早上来打个豆浆，这是最近发现的，我觉得很好的熟豆的豆浆料包，是低温烘焙过的，就免煮、免洗、免泡，磨出来的那个豆浆特别香。这个就不用煮了，直接用果蔬模式就行，4分钟就很细腻。先煎一点鸡里脊肉。这个饼皮特别柔软，这样早上做个鸡蛋饼还挺方便的。这鸡肉好吃，饼不好吃吗？在鸡肉面前，鸡肉的味道更浓一点。今天来蒸几个菜，先把米饭泡上，称一下，这样更精准一点。好啦，先放边上浸泡一下，再来绞个肉。这个我提前浸泡好的梅干菜，然后这个的话要切一下，因为比较长。等会来做个梅干菜肉丸。这泡梅干菜的水也少量多次加一下。我想让他的故事加了点柠檬，再来蒸个蒜蓉娃娃的菜，还做一个蒜蓉剁椒酱。我看那边还有2个空位，再蒸一点老豆，底下铺一点点的肉。今天的菜因为都20分钟左右的，所以全部就都一起蒸了。因为一次性蒸的比较多啊，所以就时间稍微长一点，蒸个10分钟。这里还有16分钟，剩下这个肉末也给它继续做成肉丸，冷冻起来。下次要吃的话就方便了。先给它冷冻定个型，到时候再装真空袋冷冻。好的。
米饭我按这个比例蒸，基本不会失败。梅干菜肉丸也是很好吃的，蘸一下这个汤汁。这毛豆蒸梅干菜太好吃了。我试一下。本来以为今天最好吃的是梅干菜蒸肉丸，没想到是毛豆蒸肉饼。多好吃的！哇塞，下面的粉丝也好吃。来做个最近我们这边餐厅很火的泉水牛肉，这个是泡了2个小时血水的牛腱子。先焯一下水，撇一下浮沫。因为泡了比较久的血水，浮沫不多啊，就直接用这个汤汁了。然后小火先炖个1个多小时，看一下。好了，我大概炖了1个半小时。要包得紧一点。因为我保鲜膜包不紧，所以就用真空袋给它真空一下，这样这个肉会稍微紧致一点。放冰箱冷藏几个小时。剩下牛肉汤就给它过滤一下，可以煮面或者煮其他东西。煮一点面做一个凉拌面。马上拌一点橄榄油防干。有苹果醋的话用苹果醋，没有的话可以用柠檬汁，这样拌出来的拌面特别好吃。好了，准备一点泡椒。因为是泉水牛肉，所以要用矿泉水。先煮开。冷藏好的牛腱子。然后不用其他调料了，就加一点盐就好了。好了，这样一份店里得卖到200多吧？那你得看什么店？我的店你觉得值？免费。这个汤是很鲜辣清爽的，很适合夏天。中午的这个都很适合夏天。牛腱子因为炖过了，很软糯，面再拌一下。我还以为很清淡呢，想不到有一点点辣，挺适合夏天的。今天的菜很简单，先把米饭煮下去，顺便蒸几个腊肠。拌一个牛百叶和毛肚，这个东西热量超级低，减脂期也可以大胆吃。
先来煮个虾皮冬瓜汤。加一点香片，少量多次烫制的发面，鱿鱼也烫一下。最后来炒一下。先吃个百香果开开胃。太好吃了，它是一点都不酸的，纯甜的。这我刚刚偷偷尝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看我最喜欢吃哪个？肯定这个呀。对，夏天吃凉拌的。不是因为凉拌，是因为它是酸辣。来做个笋干菜蒸肉，这几天被群里大家的晒图给馋哭了。笋干菜就是腌好的梅干菜跟笋一起混合后晒干。我这个跟梅干菜一样，不用浸泡，洗几遍就可以了。今天就直接放碗里蒸了，也可以放锅里焖。这个方法之前也分享过，大家都说挺好吃的，而且特别简单。今天就这样用高压锅蒸了。农家自己种的秋葵，秋葵跟鱼一起蒸一下。
可是如何能拥抱你锋利的爪？打开真是太香了，刚才太满了，我就拿掉了一些，再拌一下。豆豆夹不到，太软了。我不喜欢吃梅干菜。你喜欢吃梅干菜啊？对，肉都化掉了。肉只是配角。梅干菜烧肉一碗我就能干一碗饭。不懂呢？就一盘饭我就能干一碗饭。今天来做个去泰国餐厅必点的咖喱海鲜炒饭。再煎一下虾仁。特意蒸出来的米饭，炒饭更好吃。然后选一个自己比较喜欢的咖喱酱。这色泽看看就好吃。咖喱一定要用椰浆中和一下才好吃。I realize without your lows and highs, my life wouldn't be the same. Cause I don't know if it's a plan, it must be. 辣腰果真的特别好吃。我觉得吃到菠萝的地方好吃。菠萝的地方也好吃，腰果的地方也好吃，葡萄干的地方也好吃，米饭的地方也好吃。我感觉我这次家居服配不上你的饭。烤箱先预热一下。上个视频我买了一整扇肋排，但是一次性吃不完嘛，所以我就把边上的这几根切下来了。这次换个烤法，如果菜场买可以让老板剁得小一点。今天是烤蒜香味的。直接用蒸烤模式烤个30分钟应该就差不多了。最近番茄季，基本天天都要吃番茄。今天做个番茄虾滑汤，就打了几下，不想打太碎。天气热，能不开火就不开火。什么时候开始？谁在凌晨3点的窗前？时光有一个骄傲的少年，隐藏他的青春。
调一个蒜蓉酱。这生命长至成果，别装作，别装作。啊，烤个7、8分钟就可以。错过日落和夕阳，那一样，爱过竟认真年轻，竟认真老去。有一次和你擦肩而过，1毫米的距离。再抱起吉他，就让明天不再没有永远的痕迹，没有证据，也就离去。好了，吃饭啦。别装作，别装作。这就是普通的蛋黄花呀，烤的比较软，跟上一次的不一样的风味，但也很好吃。QQ 弹弹的。我试一下。感觉排骨怎么烤都好吃。好像又把我的功劳给。应该说你烤什么都好吃。今天来烤个黑猪肋排。先放冰箱冷藏几个小时。点了点海鲜，再做一个捞汁小海鲜。先给它低温慢烤一下。天哪，一下。我用这个现成的调料，这样方便一点。有点花椒的香味。再撒一点点香菜。放冰箱冷藏1个小时。调一个烤肉酱。好香啊！哇，天呐，香吧！
我准备一半刷这个酱料，另外一半就味道清淡一点，这个就重口一点。这一半就刷蜂蜜水。这次放一点小土豆一起烤。好重！这次直接最高温热烘烤。15分10分。给少一点啊，多给他吧。哇，真的超级香的。哇，真的是太好吃了！Je suis centenaire et je suis encore vert. Pour l'amour y a pas d'âge. 这是在最后烤的10分钟。 J'ai l'âge d'être enfant et même un raison. Je fais semblant d'être sourd, mais je suis 哇， prêt 我的 pour 天，手里 l'amour. 感觉这都是超级嫩。 Je jouis cette inouïe. Je jouis, je jouis, je jouis. Je suis centenaire et dans un verre. Voyons qu'est-ce que je vais prendre. La viande, si elle est tendre. La viande avec des frites, ainsi qu'une douzaine une bouteille de pommard et des 好好吃啊！ profiteroles. 这其实都很软烂透光。 Je jouis, j'en suis tout ébloui. Je jouis, je jouis. 你随意，我干了。你干完，这个排骨超级好。夏天吃凉饭才最有味道。对啊。天呐，2个月没回来，我的绿植都长这么高了，我还老是担心它们会死掉。这个春雨也长得太大了吧，整个都挂出来了。柠檬树都长这么高了，本来它是棒棒球的一个树形，我得给它们都剪一下，修剪一下。就相当于棒棒糖的那种感觉是吧？对，那还不够圆。上面一个圆球。最左边的那一个出来的，对对对对。然后最右边的那个有点挡住板子的那，对。那可以差不多了，你不用剪太多了。不用太完美。是的。这里又有一颗新的柠檬啦！天呐，这杂草长得又高，还要开花了。看，连个马去。哇！我想把这2片叶子也给它。这个就是冬天被晒坏的，当时没舍得剪。现在想想还是要狠心一点把它剪掉，这样才能发新芽。啊，蝴蝶又来了。总体来说，感觉我这个阳台的植物还是比较低维护的，平时基本上都是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作为一个植物杀手，浅浅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打造一个低维护的阳台吧。
首先是选择适合的品种，选对了品种就成功了一半。我这边选的其实大部分也是比较网红的绿植，但我很想推荐大家2个品种，一个是春雨，还有一个是千年木。这2个是我原来常住的家里也有种，我种了差不多3、4年，基本上不怎么打理，中间还有中途出去好几个月没在家的情况，但它们都是还活得好好的。特别是这个春雨啊，当时买过来其实还是蛮小的，现在长得这么大了。然后是这个天堂鸟，当时买的时候那个卖家就跟我说它是要防晒防冻的，然后我们浙江的天气不是很适合户外养殖，我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种的。我想着植物的适应力应该也是比较强的，目前看来夏天如果暴晒的话它会有晒斑，然后冬天还是会有冻伤的情况，但不至于冻死，基本上剪秃了，但重新长出来还是很大的，再给它1、2年的时间多适应一下。然后这个龟背竹我觉得还是挺难养的，我在室内养死过一株，可能是我之前买的那个苗不太好，但这棵还是活得还可以。这个我买过来也是蛮小的，冬天的时候也被冻伤了，被我剪掉了叶子，现在还是长得蛮好的。蒲葵好像生命力也是蛮顽强的，但是夏天如果暴晒的话也会有晒斑，冬天好像稍微有一点点冻伤的情况，下面被我剪掉了2、3根吧，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养的。然后是柠檬树，我这棵柠檬树真的结了好多果子了，但是我之前在室内养的时候也养死过一棵，因为柠檬树不太适合室内养殖，然后它的叶子如果碰到也会很香，开的花也挺漂亮的，虽然是小小朵，然后结了果子又会很开心。总体来说，如果有户外的环境的话，还是很推荐大家种一下柠檬树的。但所有绿植大家如果想种的话，都要了解一下是不是适合自己当地的情况，如果偏差一点点但是又很喜欢的话，可能可以给他们一点适应的机会。然后因为我这边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没有时间维护，所以我选的基本上都是绿植，只种了2棵绣球花，因为种花真的太需要打理维护了，要根据不同的时期去施肥修剪，但是绣球花是属于在花里面比较好养的。那棵绣球呢，之前爆了很多花，但我也没有欣赏到。这个绣球我买的时候真的很小一颗，叫做贝拉安娜，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开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知道的吗？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然后像绣球它是耐寒不耐晒，所以我就把它种在了这些大的叶子下面，这样可以稍微有个遮阴的效果。然后还种了一些香草，这样厨房有时候可以用。薄荷是比较喜阳的，之前没有放在那边，我是怕浇水浇不到，所以之前是藏在这里的。还有迷迭香，还有一个原因是它们种在户外，很通风。一般来说，相同条件下，通风会比不通风的绿植长得更好一些。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个自动浇花系统。那边那个是主机，可以设置隔多少天浇一次，浇几分钟，什么时间浇。顺着这个管子接了很多这个喷头，每隔一段距离都插了这个喷头。土我是选这种比较疏松透气的，可以看到基本上是椰糠为主的，这样也不怕浇水太多。上面我是覆盖了一层这个松果和树皮，这样一来可以防止它们的土被晒得太干，还有可以防止长太多杂草。就是这边没有怎么被树皮覆盖的地方长的杂草多了一点。然后上次我走之前还给它们施了一点速效肥，撒了一些缓释肥，又加上夏天，所以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好了，那大致情况就这样，给大家一些参考，拜拜。